士兵刚从昏迷中苏醒，就发现件可怕的事。他看到自己竟被困在一个四周墙壁光滑的密室内。可雷哥明明记得自己昏迷前身处在战场中，腰间枪伤更证明了他的记忆并未错乱。雷哥猛然意识到自己可能已被敌军俘虏，所幸不知为何身上装备并未被缴械，他立马掏出手枪戒备起来。可环顾半天，密室中也没出现任何异常，他这才小心地趴到墙壁上仔细倾听。但此时强烈疼痛却让其再也坚持不住。雷哥连忙打开便携急救包，简单对伤口进行了包扎止血，接着掏出背包内的移动电台打算求援，却突然看到其中一块墙壁发生了变化。只见光秃的墙壁上此时却倒写着放弃2个字。看到这，雷哥猜测正有人在暗中观察着自己，连忙对着空气大声质问对方想干什么，但回应他的只有一片寂静。而一回头却发现墙上又多了几个字，变成了放弃一切希望。还没等雷哥思考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就感觉密室内的温度越来越高，燥热的他也没多想，直接脱下了身上衣物。可即使脱光，依旧无法缓解那股炙热感，直到热浪扑面而来，他才意识到不对劲。但此时反应过来，以为时已晚。陡然升高的温度已让密室如同蒸笼一般，汗珠滴落在地，直接便被高温蒸发。几近脱水的他明白不能坐以待毙，连忙捡起手枪胡乱射击起来。但此举也不过是徒劳，很快雷哥便在高温下彻底晕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终于从昏迷中苏醒。此时密室的温度已恢复正常，雷哥连忙掏出水壶补充水分，可还没等喝2口，就感觉有些站不稳，随即便看到地上物品竟开始滑动，下一秒失重的他便双脚离开地面。密室竟上下左右胡乱地颠倒起来，雷哥被这无序翻转摔得七荤八素，只能像骰子般在墙壁间来回撞击。所幸没一会儿，这种状况终于停止。可此时他却发现件更诡异的事，只见随波逐流的物品竟如定格般被粘在了最后掉落的位置。看到这一幕的雷哥彻底懵批，赶紧再次尝试用电台呼叫救援，但里面传出的依旧是一片杂音。想传递消息的他这时才想起并不记得电话号，他只能先掏出望远镜观察起挂在棚顶的卫星电话，接着边查看信息边用小刀将电话号刻到地板上。没想到刚写完，电话就响了起来。虽然不知是谁打给的自己，但只要能联系到外界，他就有机会脱困。可现在怎么将手机拿下来却是个问题。雷哥连忙脱下鞋子想将其砸下来，但下一秒没砸中的鞋子便和手机一起做了伴，而半天无人接听也让通讯自动挂断。就在沮丧之际，他突然感觉有些冷，随即就看到墙壁上竟迅速结起了冰。想到什么的他连忙将衣服重新穿上，可就算如此也无法抵挡那刺骨的严寒。很快面挂寒霜的他就被冻僵在地。就在雷哥感觉自己快被冻死时，密室内的温度就再次慢慢恢复，而卫星电话也重新响了起来，但他只能干看着却毫无办法。所幸就在此时，密室又开始翻转起来，粘在墙上的物品也随之全部掉落。有了一次经验的雷哥连忙在颠倒中稳住身子，终于成功在翻转停止前拿到了手机，但因长时间无人接听，电话再次挂断。他连忙找到未接来电拨了回去，很快对面一个女人就接起了电话，可还没等雷哥向对方说明情况，女人竟先一步向他求救起来。I'm kidnapped. I'm in some fucking room. It keeps changing temperature and turning and spinning like a fucking washing machine. Yep. Yes, exactly. It's weird. It's 雷哥听后发现对方竟跟自己处境一模一样，他连忙打断女人并将事情告知。安娜听后直接绝望地哭泣起来。雷哥虽然也情绪低落，但还是强忍着安慰对方，看能否一起找到办法逃出去。冷静下来的安娜率先称他那没有灯，但却很明亮。这时雷哥才意识到室内光源好似是凭空散发出的，并且互相交换信息后发现2人来自相距极远的2个国家，唯一共同点就是在昏迷前都看到过一颗星光袭来。雷哥通过这些推测出一个离谱想法，那就是他俩都被外星人所掳走。可安娜听后却没有回复，而是痛苦地哀嚎起来。还没等雷哥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下一秒原来又到了密室出现极端变化的时候，这下他不用问也明白了对方状况。雷哥连忙将刚才的时间记下，接着赶紧告知安娜密室马上就要翻转，随即跑到角落做好准备，打算观察其中规律。可没一会儿，他便发现这次并未如之前那样，而是四周墙壁开始恐怖地向里压缩起来。雷哥惊恐地用力抵住，想要阻挡，但根本无济于事。下一秒，光滑的地面就让其脚下一滑，直接摔晕过去。等他再次醒来时，已不知过了多久。所幸这次电话并未挂断，2人连忙讨论起这突如其来的变化。就在此时，雷哥看到墙上又多了许多文字，而这些文字很明显都来自不同国家。看到这，雷哥猛然意识到什么。How'd you get my number anyways? Your number was written on the ceiling. 而之前正是在他刻下电话号后，手机才响起的。但还没等雷哥想明白其中关系，就又有电话打了进来。
他连忙将安娜这边挂断接听起来，只听自称老马的男人绝望地表示自己解不开方程式，唯一能离开的方法就只有死亡，接着便仓促地挂断了电话。此时安娜再次拨了回来，雷哥并未将对方的胡言乱语告知他，只谎称刚才是信号太弱，随即询问他那边的墙上是否有方程式。可听到这，安娜立马意识到雷哥不对劲。Hold on, where is this coming from? 在安娜再三追问下，他只好说出实情。雷哥只是怕那危言耸听的话让他失去斗志，毕竟自己现在就只有他一个可以商量的队友。在得到承诺后，雷哥终于放松下来，二人再次对墙上多出的文字探讨起来。没一会儿便发现他俩墙上的信息竟也一样，看着很多文字还标有年份。雷哥开玩笑称这肯定是外星人的恶作剧。Why? 2007. 雷哥称不然谁会将未来的年份写到上面。安娜听后连忙将其打断。What year is it? It's 1991. 安娜听后神经般笑了起来，只因二人不光空间，甚至连时间也不同。安娜表示自己现在身处2024年，而还没等雷哥从震惊中回过神，就发现四周竟开始慢慢传出噪音。他立马意识到极端变化再次来临，果然刚记下时间，刺耳的噪音便在密室内撤响。雷哥直接在不停刺激下再度晕了过去。等再次醒来时，密室已压缩完毕，只见之前偌大的空间此刻仅剩4尺见方，可能下一轮他就会被墙壁碾压而死。想到这，雷哥连呼吸都急促起来。反倒是安娜此时仍保持着冷静，只因她已通过刚才的信息推测出一切。安娜称他们应该是身处同一空间，但却不同时空。墙壁上的讯息就是不同时空之人留下的，并且这些文字所有被困者都能看到，这样就能解释为何他能看到雷哥的电话号。为了证实推论，二人还各自在墙上画了符号进行确认。现在只需找到老马所说的方程式并解开，就能顺利逃离这恐怖牢笼。可受伤加上折腾已让雷哥身体达到极限，没一会儿他就意识模糊地栽倒在地。就在这时，雷哥突然看到一段极为眼熟的文字，他挣扎着拿出随身记事本，这才发现正是自己打仗时敌方所用的语言，并且那也不是文字，而是数字符号。雷哥推测这可能就是那个方程式，他连忙对照着将方程式写到了地上，可刚写完就有人在另一时空将其给抹除。所幸身为数学家的安娜在消失前记了下来，但就在他打算用钥匙在地上计算时，却突然惊恐表示钥匙被吸到了地上。雷哥立马意识到随着密室的压缩，极端变化的时间也随之缩短起来。正说着，他的手边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，下一秒强大的地心引力便从下方传来，就连雷哥体内的子弹都被吸了出去。随即再也坚持不住的他便直接贴到了地上。虽然没一会儿这种状态就消失不见，但雷哥明白密室再次压缩后自己将尸骨无存，所幸不知为何这次的变化竟是空间翻转，二人还有机会解开方程逃离此处。很快就有电话拨了进来，但没想到打过来的人竟是老马，对方还是那种自我牺牲的言论。雷哥怒骂2句后直接将电话挂断，可没一会儿打来的安娜竟也是这种言论。他大方承认刚刚老马也给自己打了电话。交谈下，安娜得知抹除方程的人正是他。老马的理论是所经历的种种都是外星人的考验，目的就是让人类展示自己对他们毫无威胁。现在雷哥最怕的事还是发生了，他连忙劝说安娜不要被对方蛊惑。现在二人离逃跑仅差一步之遥，最终对方还是被说服决定解开方程，可密室光源却倒霉的在此时熄灭。所幸雷哥这边有手电筒，而安娜也有智能手机自带的手电，但随着时间缩短，变化很快再次来袭。倒霉的是这次是空间压缩，没一会儿雷哥便在墙壁挤压下蜷缩成一团。所幸就在他以为自己要死时，压缩也逐渐停止。而就在此时，安娜也终于破解了方程式，虽然最后得出了数字11，但仍无法将其跟密室联系到一起。雷哥推测结果跟翻转次数有关，提议在下次发生变化时一起推动其中一面墙。此时变化已然再次到来，已经没有时间再给他们思考，二人只能拼尽全力狠狠推动起来。下一秒，他俩竟真的打破牢笼逃了出来。此时二人正身处在一个神奇的空间中，一块块墙壁在四周围绕着飞舞，偶尔还能看到墙壁上站着在各自时空挣扎的人类。但现在这些已不再重要，因为二人都有种要从此处脱离的感觉。相互扶持的他俩最后尝试着想要触碰一下，可下一秒，很快雷哥便再次从昏迷中醒来，依旧身处在自己最初晕倒的地方，仿佛之前的一切都是在做梦，只有身上的状态证明那并不是幻觉。他尝试着想要再次拨给安娜，但卫星电话却毫无反应，以为电话损坏的雷哥也没在意。可就在准备离去时，一架他从未见过的先进战斗机却从头顶划过，而翻过山头更能看到装备比他还精良的士兵，但此刻却没人关注他，所有人都呆滞地望着天空中的剧烈战斗，而雷哥却越看越感觉那东西有些眼熟。